自我价值感为何影响你怎么爱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另一半突然冷淡，你脑中第一个反应不是他可能很累，而是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或者他迟了一点回讯息，你心里立刻冒出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奇怪的是，对方也许什么都没做错，但你心里的小剧场却早已排练出好几集8点档。这一切往往不是因为对方真的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不停问：我值不值得被爱？这就是自我价值感在作祟，它就像你情感世界的滤镜，决定了你看待爱的方式。有人拿着清澈的滤镜，看见的是温柔与信任；有人拿着模糊的滤镜，看见的却是怀疑与恐惧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在自己身上都看不见价值，要怎么在爱里看见自己的位置？玉婷和俊泽是一对情侣。某天，俊泽下班约会，随口说了一句：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耶。这句话在俊泽心里是单纯的关心，但在玉婷心里却瞬间被翻译成他觉得我很憔悴，不漂亮了。他开始胡思乱想，眼色越来越难看，最后忍不住问：你是不是嫌我变老了？俊泽一头雾水，心想：我只是问候一下，怎么突然升级成审判大会？而玉婷的敏感其实来自于她一直以来的自卑感。她从小就听见家人拿她和姐姐比较：你怎么不如你姐聪明？你要再努力一点才会被喜欢。这些话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，我不够好。于是进入爱情后，这颗种子开始发芽，每一句平凡的对话都被他解读成否定。他不是不爱俊泽，而是他的自我价值感否定了他怎么爱、怎么听、怎么回应。那么自我价值感到底怎么影响爱情？我们可以从3个面向来看。1、安全感。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常常需要不断被确认，例如讯息要秒回，称赞要天天有，否则就觉得被忽略。爱情变成补洞的工具，不是分享，而是证明。2、界限感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重要，就很容易在关系里失去界限。他可能为了取悦对方，不断牺牲自己，最后累积委屈，或者他可能过度依附，让对方窒息。3、爱的方式。自我价值感高的人爱得比较自由，因为他不需要靠对方定义自己。但自我价值感低的人爱得常常很辛苦，不是过度抓紧，就是过度退缩。我们其实在自恋与自卑之间摆荡。有趣的是，自我价值感不只是低才会出问题，过度膨胀也会有麻烦。有些人表面看起来很有自信，总是强调我就是这样，你要接受我的全部，但其实那常常是一种伪装，背后依然是深深的不安。因为他太害怕被看见弱点，所以选择用自恋的外壳包装自己。这就像一个钟摆，我们一端是自卑，另一端是自恋。而健康的自我价值感不是极端，而是能在中间找到平衡。我知道自己有不足，但我依然值得被爱。俊泽后来发现，玉婷不是难搞，而是需要被理解。有一次，他对玉婷说：你不用一直努力才被我爱，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好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这句话让玉婷第一次感受到，我不需要证明自己也能被爱。她开始学着接纳自己，也开始发现，当她心里有安全感，爱情里的紧张与猜疑就慢慢减少。
爱情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找到一个能让你看见自己价值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自己能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你就不需要用爱情来填补空洞，而是能用爱去分享。自我价值感的3个核心提醒：一，不要把表现等同于价值。你不是成绩单，不是薪水数字，不是社群按赞数，你有价值，单单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2，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自我价值感不是来自零缺点，而是敢说我有缺点，但我仍值得被爱。3，让爱是分享，而不是索取。当你知道自己有价值，你就不需要抓着对方不放，而是能自由的爱，勇敢的爱。结语：先爱自己，才懂得爱别人。爱情最深的秘密是，你怎么看自己，就会怎么去爱。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你会把爱情变成一场考试，不断需要对方给分数。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本来就有价值，你会把爱情当成一场旅程，彼此陪伴，彼此欣赏。所以请记住这句话，自我价值感不决定你能不能被爱，但决定你怎么去爱。在灵魂伴侣的路上，先认识自己，先拥抱自己。因为当你能够自在地对自己说我值得，你才真正准备好迎接那段真实深刻的爱情。